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 Weekend Projects on Z56。本周要进行的是 Arduino 第35集，使用 MQTT 无线遥控 ESP32CAM 模组。那这是一个专门为初学者开发的一个系列，所以内容会讲得比较详细。相信各位只要仔细收看内容，并进行实作，一定会收获满满。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吧。好的，那右手边呢，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 ESP32的模组。这边用一个3D 印表的方式呢，来固定 ESP32的模组。这边用潜入式的方法，然后右上角呢，这边是带的天线，所以我在右上角这边也多做了一块这个能够固定天线的位置。所以这个模具的样子呢，将来也可以在那 Thingiverse 上可以取得哈，我已经把它放上去了。那底下呢，就是2颗这个 SG90 的马达，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负责左右呢，那这个是负责上下，大概是这样子。那把它固定在这个盘子上面。好，现在放到这边来，可以看到呢，左手边呢这边的image 呢，就是 ESP32上来的。好，那我这边 MQTT 连线之后呢，这边可以按下这个开关，可以打开这个灯。好，这边按下呢，可以打开灯，可以关掉。OK， 很明显在那个这只狗的脸上可以看得到哈。然后呢，接下来呢，我可以向右，可以向左、向下。那角度呢，当然就是可以分过去。可以看到整个电脑的画面这样子，那像上一样。当然我有设一个角度的限制哈，所以你没办法转到太上面。好，那这个就是 ESP32CAM 今天要做主题的最后成果的一个分享。本次实作的目标呢，我们定义是：第一个，我们使用一个 ESP32CAM 的模组，那这个主要是来用影像的一个串流，把影像送到你的那个 Web Browser 上面。再来呢，是用2个 SG90 的 server， 2个小马达，然后呢来控制 ESP32CAM 的左右及上下的移动。接下来呢，我们会安装 ESP Async Wi-Fi Manager， 那这是用来让你变更 Wi-Fi 的密码，远端来变更，就不需要再把机器拆下来连到电脑上才能变更。那接下来呢，会用到 Async Elegant OTA， 让你随时能够变更这个分位，远端来变更的软体，不需要把 ESP32 的 CAM 再拆下来接线。那另外呢，我们这边会用到一个 MQTT PubSub Client 的这个程式库。那这个主要是用来在 ESP32 上用来订阅及发布讯息使用。那在 Web 界面上呢，我们用到是 PAHO 的 MQTT JavaScript Client， 那用它来发布及传送讯息，由你的那个网页的界面上。那主要是我们要进行这些学习。好，那我们用到的电子零件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 ESP32 的 CAM 要一个，那我们也会要外带一支 antenna， 这样子让收讯的状况比较好。接下来呢，我们需要用到2颗 S90 的伺服器，来控制上下及左右的移动。然后呢，我们会用到一个是1000 UF 的电容，用来滤波，可以让你影像变得比较干净。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几条线。好，那主要是用来接ESP32 上的5伏，然后接地，然后 IO12 和 IO13 这几个pin角。好，那各位看到呢，这个是一个接线图，可以看到上面这是 ESP32CAM， 好，那我们会用到它的5伏接地12跟13的 IO 角。那这个接法呢，在 SG90 这边的一台我们会接到它的12 pin 12，那另外一台呢 SG90 我们就接到它的13。那这样子，其他的只要接地好跟5伏，接地跟5伏就好了。然后在靠近电源端的部分呢，我们会加一个1000 UF 的电容来做滤波。好，那这就是大概以上基本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讲解程式码是怎么来使用及怎么设定。好，一开始呢，我们先打开 VS Code。如果你之前没有使用过 VS Code 来写 Arduino 的话呢，请看一下我之前所做的影片。如何使用这个部分。那在设定 VS Code 的时候呢，也要记得要把 ESP32 相关的程式库通通带进来，这样你在做这个程式呢，才不会发生一些错误。
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 library 要被带进来的。在前面我已经有提过了，我这个程式呢会把 Wi-Fi Manager、Servo、MQTT 跟 OTA 这几个程式呢先 include 进来。那这次程式写法呢是比较简洁的方式，用 include 的方式呢会把程式码整个呢就带进来到这支程式，所以我用 include 的方式呢可以让我这整支程式变得比较简洁。那各位可以看到呢，这程式码没有很长，大部分呢都是在做 include， 把之前的function呢 include 进来之后呢，我就呼叫它们，所有的设定呢通通在这边做完。那在 loop 的部分呢，我只用到一个 MQTT client 的 connected 来判断一下到底有没有连线成功。如果 MQTT 断线呢，我就重新连线。那如果 MQTT 有收到讯息或是要送讯息的话呢，就是在 MQTT client 的 loop 里面来做进行。好，那这支程式码就是看起来这么简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解释呢这些程式到底在做什么。有关于 ESP32 这个模组呢，安装的时候呢，各位呢选取左下角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模组呢，你一定要选是 ESP32 WR Rover Module， 这个地方要选这个模组。好，那它模组呢有些参数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这里有很重要的几个点哈，主要是说这个地方，好，第一个你呢要选这个 Roman Module， 好，然后这个 partition 的那个 schema 这边呢，好，你一定要选的是minimum 的 SPIFF 这个，然后呢这个是 1.9 main app with OTA， 一定要选择这个呢，你将来才能做 OTA。如果你选择了其他的选项哈，你就没办法做 OTA 哦，因为这个部分呢，它会保留 OTA 的空间给你这个程式。接下来呢，这边就选 QIO 的 mode， 那80 MHz， 那其他就没关系了。好，那另外一个呢，要注意的话呢，是这里，好，这个地方。好，要记得选到你的 COMPO 是什么。那比方说，我现在装好了，在电脑上按一下这个 COMPO 呢，这边会告诉你说，这里会出现 Silicon Lab 的 CP2101 的 USB to UART 的 bridge。那这个呢，也是我这程式的位置，所以呢，我就选 COM3。那再来呢，在这个地方。再来是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要选你程式的名字，好，那它才会进行的编译，才是编译的对哈。这边选的什么程式，它编译的就是什么程式。好，那你这边点一下，你可以看到它会出现一大堆，你就开始打出那个名字，要就是你这个程式主程式的名字要打对。好，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这边你就选 Arduino 的 AVRISP， 这样子的设定就做完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安装所需要的程式库。好，那在 VS Code 里面你要安装程式库的方式呢，就是按下 F1 键。那这边呢，你可以看到，你就可以打 Arduino， 然后选择 Library Manager， 点下去 Library Manager， 那右边呢就会出现一个框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需要的 Wi-Fi Manager 这些相关的 library 一个一个来安装。第一个呢，我们来先下一个 ESP Async， 然后 Wi-Fi Manager。这个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的 ESP Async Wi-Fi Manager。我这边安装是 1.9.1， 已经安装过了，所以我这边就不再做安装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安装的呢是 Async Elegant OTA， 打 ASYNC Elegant OTA。 好，那我们往下走。这个 Async Elegant OTA 我是装的是 2.2.6， 已经安装完毕了。OK， 如果你需要安装，只要按下这个安装键即可。好，那下一个呢，我们来安装一下 PubSub Client， 就是 MQTT ESP32 的相关的程式库，打 PubSub Client。
这边看到的是 PubSub Client， 我安装的是 2.8.0， 需要的话请安装一下，按下这个安装即可。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安装的是 ESP32 Server。好 ，ESP32 Server by John K. Bennett。那我这边已经安装完毕了，你需要的话就按下这安装就可。好，那这样子大概就安装我们所需要的程式库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视窗关掉。好的，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当你上传 ESP32 的 code 的时候呢，第一次呢，因为你还没有把 OTA 的程式放到里面去，所以你是没办法做 OTA 的。这时候呢，你需要一片 CP2102 的这样的一个板子，然后把这个线呢按照上面的说明来连接。好，那一般要做 upload code 的时候呢，记得你 ESP32 的 GND 跟 IO0 两个要连线，这样才能做上传。好，那其他呢就是要接的话就是 GND 接 GND， 好，这上面都有标注哈。GND 接 GND， 然后 ESP32 的 VCC 这样这个 CP2102 的VCC， 然后这边的 ESP32 的 U0R 要接到这个 CP2102 的 TXD， 另外一个呢 U0T 要接的 RXD， 你把这些线通通接起来呢，接下来呢你就把这个线ESP32 的 GND 接到 IO0 的部分，你要合起来，这样你才能上传扣哦，不然你没办法上传的。那当你上传完之后，要让它正式的启动的话呢，这时候你要把这个线，紫色这个线呢要拆掉。我这边有告诉你，你 ESP32 GND 跟那个 IO0 呢一定要 remove， 要不然它是没办法工作的。好，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好的，接下来要说明的是，当你上传 ESP32 的 code 的时候呢，第一次呢，因为你还没有把 OTA 的程式放到里面去，所以你是没办法做 OTA 的。这时候呢，你需要一片 CP2102 的这样的一个板子，然后把这个线呢按照上面的说明来连接。好，那一般要做 upload code 的时候呢，记得你 ESP32 的 GND 跟 IO0 两个要连线，这样才能做上传。好，那其他呢就是要接的话就是 GND 接 GND， 好，这上面都有标注哈。GND 接 GND， 然后 ESP32 的 VCC 这样这个 CP2102 的VCC， 然后这边的 ESP32 的 U0R 要接到这个 CP2102 的 TXD， 另外一个呢 U0T 要接的 RXD， 你把这些线通通接起来呢，接下来呢你就把这个线ESP32 的 GND 接到 IO0 的部分，你要合起来，这样你才能上传扣哦，不然你没办法上传的。那当你上传完之后，要让它正式的启动的话呢，这时候你要把这个线，紫色这个线呢要拆掉。我这边有告诉你，你 ESP32 GND 跟那个 IO0 呢一定要 remove， 要不然它是没办法工作的。好，那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提醒。好的，那我这边来试着把这个程式呢，因为我这个程式都已经写完了哈，所以我试着来做 compile 并上传。那你这边要做的话呢，就是按下这个按钮，它就可以上传到你的 ESP32 的板子了。好，我们按一下。好，这时候它会开始做一个编译，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进度。好，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进度哈，在 uploading。好，我们稍后一下。当它出现这个点的时候呢，你就按一下 reset 键，那它就会开始连接。好，记得它出现点点点的时候，你按一下连线哈，按一下那个 reset， 要不然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成功的上传。好，上传完毕了。好，你可以看到我上传已经成功了哈。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去执行这个 ESP32 的板子呢，你就是要把那个记得要把 IO0 跟 GND 这个线呢拔掉，这边拔掉一根之后呢，然后按一下 reset， 好，让它开始执行。好，这时候呢，你可以按下这个右下角这边，这边有一个插头的符号，表示 Serial Monitor。你按下去之后呢，它就把目前我们刚刚在程式中所写的要输入到 Serial Monitor， 统统印出来。好，我们这边可以再按一下 Reset， 让它从头开始跑。好，这边开始进入了哈。好，这边已经 Async 的那个Wi-Fi Manager 已经启动了哈，这边有告诉你。那它这边有 Remote Control 的 ESP32 Gimbal 也是有连线成功哈 ，IP 已经拿到120。那 OTA Server 呢，它已经启动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 ESP32 的 Cam 的 Web Server 呢是在 Port 81。
也就是说192.168.0.120呢，就是你这一个 ESP32 的网址。那你一般来讲80 port 你就不用直接打了嘛，但是 camera 呢是在81 port。那这边呢，它也试着去跟 MQTT 连线，broker EMQSIO 它也连线成功了。所以呢，这个 ESP32 表示说它现在是正常了，而且是正式连线已经可以开始运作了。好，那就是上传程式的方法。好，我开始来解释一下这个 main function 里面所做到的一些设定。一开始呢，我这边有定义到 flash pin 是第4个，这个是 ESP32 CAM 上面的一个闪光灯。那我们拿这个闪光灯呢来当做一个开灯的开关。那一般呢，这个灯的开关呢，我们可以先定义一个 PWM 的 frequency。那设定 PWM 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可以来控制灯的亮度。好，那这边呢要设定之前呢，要设定它一个 channel。在 ESP32 上面呢，事实上有0到15个 channel， 总共有16个 channel。那要记得，我们程式里面呢 ，PWM channel 的0、1、2、3已经被 server 用掉了，所以我这边就不能够再使用0、1、2、3。如果这边是用0或1或2或3呢，就会产生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可能没办法动作。所以我这边把 channel 呢 PWM channel 设在15。那 frequency range 呢，来控制 LED 刚好用是5000，在网络上摄取到大部分资料都是用5000。那接下来呢 ，PWM 的 resolution 呢用到8是8个 bit， 就是有256阶。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控制这个闪光灯的亮度呢，我可以由0到255来控制它的亮度。那在这个程式中呢，我们今天就不控制亮度了，我们就把它设定在一个固定的值。好，接下来我会 start 了 camera server， 然后呢，我就把这些相关的设定带进来。第一个我抓进来的是 settings.h， 我们到左手边来看一下 settings.h， 点2下。好，各位可以看到呢 ，settings.h 呢主要是在设定所有相关用到的程式库的相关的变数都在这边做好设定。好，那第一个呢，最上面是 MQTT 伺服器跟相关的 port。那我这边用到是 broker EMQX.IO， 用到 port 是1883。本来有点很想改一下那个最近那个尤大大他开发的那个MQTT Go.io， 但是因为我还需要用到 Web Browser 的 MQTT， 所以呢，我这边就暂时没办法使用。那尤大大这边如果开发出来的话，我就会来把它改成是台湾自制的 MQTT 伺服器。好，那一样呢，我设一下一个 MQTT 的 Client ID， 记得这个 ID 不要跟别人重叠，所以你的尽量写的越特别越好。这边给它加个 It's me。好，那在 Broker 的 EMQX.io 的这个伺服器的公用名字呢，就是 EMQX， 那密码是 Public。好，那这样就设定好 MQTT 所要的一些参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legant OTA。Elegant OTA 呢，它主要设定呢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我可以设定我 device 叫什么名字，好，这名字等一下可以把它印出来。接下来就是当我要进行 FOTA 的时候，我希望有个密码保护，所以呢，我这边就设定 StoneZ56 当做我的名字，那 A0101A 这个呢就当做我的密码。好，接下来的 Stream 的 Home Page 是当你连接到你的这个 ESP32 的时候呢，用 Web 去连接。当你用打个斜线的话，它会连接到什么地方？好，那我连接到 Home Page 的话呢，我这边会呈现2个选项给大家做选择。第一个是回到斜线，斜线的话呢，就是到我的 Camera， 可以看到，就是到我的 Camera UI。好，那另外一个呢是 Update 我的分位。好，所以斜线呢，就是我基本上要连接的位置，就是我要直接 stream 那一个我的 webcam。好，那 update 呢，就是刚讲 Elegant OTA 要更新的一个位置。好，那这边有定义一个叫 not found page， 如果你今天打斜线，打一个不知名的数字呢，它就会告诉你一个 error。好，这是设定 Elegant OTA 在伺服器怎么对应的一个回应的方式的设定。好，接下来我们要设定这 UI page。UI page 变数呢，用来储存整个网页，包括了 HTML、CSS 和 JavaScript。PLOGMEM 的使用方法呢，是把整个字串存到 Flash Memory 里面，而不像一般字串的储存在 SRAM 里面，这样可以保持
ESP32拥有更多的记忆体来处理相关的程序，而不被 HTML 给占满。好，那这边有一个 R 双引号 literal， 那事实上呢，这中间的所有的值呢，就是我要把它丢到我的记忆体里面去，从上面到下面这边来。好，那 row literal 呢，这个字呢，事实上你可以打 A B C D E F G， 只要你跟上面不重叠就好了。好，那这个就是设定这个变数。那在中间呢，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就是一个 HTML 的画面，也就是各位看到我那这个 HTML 呢，就是各位看到这个画面上的这个 HTML， 它只要把这个网页呢全部都写下来，好，然后丢到这个放上面来，那这个就是显示的内容。那由于这个HTML 的内容其实还不小。所以，如果你直接写到 run 里面呢，就会占用蛮多的记忆空间。哦，那它又是一直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写到那个 Flash Memory 里面去，哦，然后再把它呼叫出来。那这个地方呢，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刚刚我提到说我用一个 MQTT 是用 Pub Sub Client， 那在 ESP32 来进行一个呼叫。好，等一下我们会再解说。那这个 HTML 里面呢，事实上我们呼叫是一个叫做Tahoe 的 MQTT， 所以也就是说，我这次程式呢用到2组 MQTT， 一组 MQTT 呢是在 ESP32 上面，好，那另一组 MQTT 呢是在这个网页的这个页面上，所以是两边的 MQTT 互相呼叫，那都是透过那个 EMQS 的伺服器。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解这个 HTML 的内容。好，接下来呢，我这边有做个 update 以外，那事实上就是把这个页面的程式呢写过去。好，那接下来呢 ，WiFi Manager 我就设定说它这个 device 的名称。好，这个大概就是 setting 里面的一个内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WiFi Manager 呢，我做了什么事情哈。在左边打开 WiFi Manager。WiFi Manager 呢，这边呢我都会留上这个连接，所以各位可以连接到这个原始的网站去看，这都是在 GitHub 上找到的哈。那我之前也有做过 WiFi Manager 跟 Async、Elegant OTA 相关的影片，如果你要仔细的想看呢，你也可以再看我之前的影片。好，一开始呢，我们进到这一个 WiFi Manager 呢，它就是把这个程式 include 进来之后，它会做两个动作，一个呢，它会启动个 Web Server 80，就是把这个 server 呢开在80 port。所以呢，你这个 server 呢，将来如果你要更新你的 WiFi 的话呢，就是要到80 port， 然后连接到这个你自己 ESP32 上的 IP。好，那接下来呢，它就会启动一个 DNS 的伺服器。那在 setup 的部分呢，这边有提到，当你一开始呢 WiFi Manager 开始之后呢，它会先显示说，哦，我已经开始跑了这个 ESP32 minimum， 然后呢，我就连接到什么板子，好，这边会显示 ESP32 的板子。接下来呢，它就印出说，我现在Async WiFi Manager 的版本印出来之后呢，它就去开启这个 ESP Async WiFi Manager 的这个伺服器，好，它把 Web Server 啦、DNS Server 啦跟 Device Name 通通都去把它呼叫起来之后呢，它会自动连接到这个 device name。device name 就刚刚我们就有设定 ，device name 就是在刚刚的 setting 里面有设定WiFi Manager device name。好，把 setting 打开，这边有 WiFi Manager device name， 这里。好，那这个区段呢是说，如果你的 WiFi 之前已经做好设定的话呢，那 WiFi Manager 会直接从记忆体里面，就是 ESP32 上的 memory 呢，把它取出，然后直接做连接，并且说连线。那如果它找不到这一个之前的没有设定过的话呢，它就连接到那个打开 WiFi Manager 这边会叫你呢去连接到 device 呢，来设定它的 SSID 跟 password。好，那这个程式呢，如果你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呢，请观看我之前做 WiFi Manager 的一个详细的说明。好，所以这个是 set up 所有 WiFi Manager 所需要的一些程式码。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过了 Settings、WiFi Manager，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ESP32 Server 这个程式。
好的，一开始进来呢，我们会先把 ESP32 Server 所需要用的 include library 通通都带进来。那这个部分呢，是只要你按下刚刚我们在 F1 的时候，不是有做过那个 library manager。library manager 这边呢，你只要打下是 ESP32 Server。这边呢，你只要按下这个 include library 这里，它就会自动把它带进来。按下 include library， 可以看到这边就自动带起来这边所有的程式所需要的部分。好，我这边先把它取消。OK， 好，那带进来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哈。Define server pins 这边，我这边用一个 server pin N1 跟 server pin N2。好，那接下来呢，有个 pin 12跟 pin 13，那你可能会问到说，我只用到2个马达，一个上下旋转，一个左右旋转，为什么会有定义到4个 pin？ 好，这是 ESP32 CAM 的这个特性哈。因为呢 ，server library 呢，他们是用自动来 自动 assign PWM 的 channel， 所以当你一开始呢去设定 server 1的话呢，只要一定义呢，它就会给它自动带上0。那第二个呢，它就会自动带上1，好，然后接下来再定义呢，它就用到2，然后跟3，以此类推。那这些呢，第一个 channel 呢，事实上呢被用到的是 camera 也用到第一个 channel， 好，所以你就不能用到它的这个0的这个部分。那如果呢你没有做变更的话呢，那你 camera 一打开，它就造成一些错误。所以我们就把1跟2呢来用到这个12跟13，就是我们把1跟2呢都设成是dummy的 server， 就是根本就没用到它，只是先定义它就好了。那我们在那个 server 要启动之前呢，要先定义这个物件，所以我们一样呢把 server 的 N1 跟 N2 呢都设成是 dummy， 就这2个我们并不会用到它。那左右呢跟上下呢这2个 server 才是我们用到的物件。这个是蛮特别的，而且你在不同的网站上都可以搜寻到同样的资料，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如果你一开始呢没有定义这两个，那你的机器就不会动因为它会跟 camera 打架。好，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接下来呢，在那个 server 的部分呢，我这边有定义说，把 server 的角度记录下来左右的角度呢，先设定是90，就至中。那上下呢，一样是至中。那这边有一个呢，定义到说 max angle 最大的角度呢设到350，最小的角度设到30。那这个是因为呢，一般这些马达呢，它的角度都在0到180。那如果你超过呢，长久在那个状态下呢，它就会尝试一直要往外走，但是它机械的部分呢，又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大的角度，你就听它发出一些颤抖的声音。那把它设定在30到150呢，就可以保证说你这马达的角度不会超过，也不会低于，可以保证这2个伺服马达呢是在这个正确的范围内来运作。好，接下来有 servo setup， 这个 servo setup 呢，就是在这中间，各位看到这边程式里面的 setup 呢，本来就是这些有些很多的不同的 setup， 通通是做在这个设定里面这个 setup 的function里面。那我现在就是一样去把它 setup 抽出来，直接呼叫那我程式就会变得比较简洁。那么来看呢，这个 servo 的 setup 它做了哪一些？第一个呢，要设定说我这个马达是几赫兹的。那这个 S90 就是50赫兹，所以我们把它设定在50赫兹这边来。那接下来呢，这边可以看到说，要把这个 server attach 上去呢，我们要设定它频率的区间。那频率区间是500到2400。接下来呢，当这个 server 一做 setup 的话呢，我就先把它定义到90度的位置，就是左右还有上下，通通移到90度的位置，所以呢，它就会至中。所以我们只要看到相机呢指到90度的位置，我们就知道说，这程式已经开始运作了。好，这是有关于呢 ESP32 Server 的部分。好，打开 MQTT-H， 好，这边是我们刚用到那个程式的位置，好，大家可以上网参考它原来资料。那 MQTT-H 呢里面呢会把 WiFi Client.H 这个程式带include 进来，那也会把 pub sub client 就是我们刚刚安装的那个部分带进来。接下来呢，我们设定一个 message buffer size， 这边用到的是 2K， 就是说你送的 message 最大的 size 是多少。那事实上我们这程式只用到送了
比较简短的，比方说角度啦，还有上下左右啦这些简短，事实上是不用设到那么大啦。好，不过这边就先不改它了哈。好，然后我们就来启动了 WiFi Client， 然后连接到 MQTT 伺服器。好，这边呢就用 WiFi Client， 然后定义一个 object 叫 ESP Client。那这个 Pub Sub Client 呢，就跟我们刚刚带进来这个程式库呢，然后我们定义它的 object 叫 MQTT Client。好，那这个它的 client 呢就是 ESP Client 上面这个 WiFi Client 这样子。好，那这边有一个程式 Publish Angle Info， 那这个主要呢，这个程式呢是用来把我们目前角度，就是目前那个马达它所移动的角度呢，用 publish 的方式呢 ，MQTT 发布的方式呢，送到这个 topic 去，告诉他说我目前角度是多少。所以只要每次这个角度有变动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个角度上下还有左右跟上下这两个呢，通通把这个角度再发送出去。好，那这底下 callback function 呢，事实上呢，就是当你一个讯息如果被有收到讯息的话呢，它就呼叫这个 callback function。好，这 callback function 主要是这样子来的。那 callback function 里面呢，会带一个 topic payload， 就是你讯息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其他主题到底是什么。好，那也会带一个长度。好，那这个 message 我们每次从那个 MQTT 伺服器收到的时候呢，我们先会在 Serial Monitor 呢印出一个 message received， 然后印出它 topic 是什么。好，接下来呢，这 topic 会直接印出来。好，接下来呢，我就是会按照这个字串的长度呢，把那 payload 一个一个印出来，印在那个 Serial Monitor 上面。好，那这个 payload 呢，最后呢，我们要把它变成这个字串哦，只要在这个尾巴最 length， 就是最这个的整个字串的最后面加一个倒斜线0哦，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字串了。那这个字串呢，我们就把它丢到 message 里面，所以这个 message 呢，里面就是现在我送过来讯息的内容。好，那在这个 callback 部分呢，我刚刚有说过，只要我收到讯息呢，它就会被执行一次，所以呢，它就会去比较说，这个进来 topic 是不是叫 light slider？ 这 light slider 呢，就我刚刚提到那我们的闪光灯。那我本来是要把它做成是可以调整那个亮度的，后来我决定做简单一点，就把它做成是一个是按钮。所以但是我名字并没有变所以这个 topic 呢叫 Stone Z56 ESP32 Cam 的 Light Slider。各位在做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就是说，你的 topic 呢不要设定跟我一模一样不然如果我们两个同时上线的话呢，又是在那 EMQX 这个伺服器上，因为它是公用伺服器，所以我的 topic 跟你的 topic 是一样的话，我们可能互相控制，就是我在开灯的时候会把你的灯打开，或是你关灯会把我灯关掉这类事情是会发生因为它 topic 只要你订阅，它就会发布给你这是 MQTT 的一个特性。好，我们利用 Stream Compare 的这个方式来检查说，这个收到讯息的 topic 是不是等于这个。是的话呢，它就是会等于0，这条件会变0。0的话，比方说是的，收进来的 topic 就是叫做 Stone Z56 ESP32 Cam Light Slider。它等于之后呢，我就去检查说，这 message 到底是0还是1。如果它是0的话呢，那表示呢，我就把它关了，我就要把它关掉。就是 LED 要关掉，那它不是0的话呢，我就把它打开。那打开呢，我刚刚有提过说，我们的 resolution 刚刚在设定 LED 的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这边在 LED 的设定，这边有设到是8个 bit，resolution 是8个 bit，8 bit 呢就是256，所以我这边设了100，比方说亮度是100，就是256阶，我设定是100阶的亮度，而且就是固定的这个亮度。好，这是 MQTT 在 ESP32 上，如果收到这个 Light Slider 有关于灯光的部分呢，它会做这些事情。好，那如果呢，这个 ESP32 收到的 topic 是叫做 Stone Z56 ESP32 Cam 的 direction 的时候呢，我就去检查它进来的 message 是什么。message 等于 R 的话呢，表示我要向右边走。好，这时候我就先看一下，记不记得我刚刚有定一个 servo 的这个角度是设定在90度。那我这边有个 mini angle。mini angle 呢，我们刚刚有在那个 setting 里面有定义到 mini angle。这边来看一下 servo， 这边有一个servo。mini angle 不是在 servo 这边，是在 servo 里面是定义。我们把这个打开在 ESP32 servo 这边有定义一个，好，这边有定义，好，最小角度跟最大角度，好，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边 MQTT 来看到，好，它如果呢目前的角度呢已经是有大于最小的角度，就是说，比方说它现在是50、40，有大于这个小角度，我才让它减，才让它进来。如果呢它已经是没有小于这个角度，就是说已经30了，那我就不会让它进来这边，就是说它移到那个角度呢，它就不能再移动了。那每次呢，这个角度呢，我会让它移动10步，所以我的马达不会看起来好像是像机器人一样一次移了个10度，我就让它一度一度慢慢转过去。好，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我就1到10呢让它转。当这个角度呢还是大于等于 mini angle 的时候，比方说这边现在是40度，那我这是30嘛，所以这个是等于是40，我就把每次呢绕进来就减1，它就40、39、38、37、36、35这样一直减。好，那每次减1度呢，我就把这一个资料呢写到这个伺服器去，所以呢这个 servo LR 的角度呢，我把它写进去，那它就会按照这个角度来走。好，所以第一次是40，然后39、38、37、36，那每次中间呢我 delay 50，所以你的那个马达在移动的时候看起来就比较顺畅。好，这收到右转的时候呢是这样做。当然我在那个 serial monitor 这边我也会写一个 turn right， 连接到电脑上的话，它就底下会写 turn right。那这边是说收到讯息是右，我就右转嘛。那这边是左呢，就要检查它最大角度。就以此类推。那这边的做法是一样，我这边就不再重述。那再来是上，一样是 U 等于 U 的话呢，我就要向上咯，一样是检查它往上的角度呢有超过我的那个设定的最小角度。那往下呢，是不是有超过最大角度？好，那在这中间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让伺服器呢利用这 servo 点 right 的这个东西来写定马达角度。那这样的马达就可以按照这个规定的角度来旋转。好，旋转之后呢，我这边有一个叫 publish angle 的 info，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那我们再回来看到这里，这 angle 的 info 呢，就是发送说目前呢这个 topic， 好 LR 呢，它目前的角度是什么，就把它丢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好，所以每次呢我移动方向呢，它会把角度顺便带出来。OK， 那这个就是属于那个 MQTT callback function。这 callback function 呢是在 ESP32 上面所运作的。好，那这个 callback function 我们就说到这边。接下来呢往下走，这边有个 reconnect。reconnect 呢是当你下载这个程式呢，它就写在里面哦。主要呢它试着连接这个伺服器哦，所以当你的伺服器呢，当那个 MQTT 伺服器还没连上或是重新连接，它就呼叫这个程序哦。那它一样是有送一个 client ID， 然后在 ID 后面会加个参数，加个变数哦，让你的 ID 能够比较 unique 哈。接下来呢，它就试着连接，那连接成功呢，这边呢会 publish 一个 online， 所以 yes 哈。接下来呢就一样呢，它重新连接之后，我就要重新订阅嘛。第一个就是要定义方向，好，这刚刚有提过了。第一个要订阅灯到底有没有被按下，好，这个好。那如果呢试着呢都没办法连线成功呢，这边写 fail， 那它重新在5秒钟后，它会再重新试一次。好，那这边是 MQTT 的 setup。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呢，这边有一个 MQTT 的 setup， 这边 MQTT 的 setup 这个部分，好，那它就会执行 MQTT， 它就事实上就是启动这个伺服器了哈，启动MQTT 伺服器，它 port 是哪个 port， 好，然后 client 这样子 ，OK， 好，那这个就是属于 MQTT 的部分。我们看 OTA 呢就是 Elegant OTA， 我上次之前有讲过，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看上面的影片。好，我们看一下这 OTA， 这个 Async Elegant OTA 真是我用过一个很棒的一个 OTA 哦，而且它是在背景上执行，那使用起来真的相当方便。当你发现你 ESP32 每次没有 USB 的 port， 你还要再接T 叉 R 叉，然后还要正负，然后把什么 connector GI pin 角16角要接地才能上传，然后上传要再拔掉，那你要再把这 IO 接回去，这实在是非常的麻烦哦。所以这 Elegant OTA 真的是太方便了。好，那我这边来说明一下 Elegant OTA 有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呢，就是 Elegant OTA 这边我们有做 setup， 这里有部分 OTA setup， 好，那就是让这个 OTA setup
一开始执行之后呢，当然它会先把那个 Async Elegant OTA 这个程式先叫起来哈。那 Server 的话呢，我们刚才 Wi-Fi Manager 已经有打开是 Web Server， 所以它就利用同一个 Web Server 来执行这个 Elegant OTA。那我这边有定义几个，一个是斜线，斜线的话呢，它就是会把这个网页带出来哈。它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是 Text HTML， 然后呢，它的内容呢，这个斜线的页面的内容叫 UI Page。好，那 UI Page 之后呢，会带一个执行程式叫 Update UI。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在 Setting 这边有个 Update UI 有没有？它这边事实上呢，就是去把这上面整个字串呢带下来，这个网页的字串带出来。好，所以我们看 OTA 这边，好带出来这个 UI Page。好 ，UI Page 我们刚刚在 Setting 这边讲过，这个就是 UI Page。我等一下要来说明一下这个 UI Page 的内容。好。那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是斜线 U 的话呢，它会进到它所谓的 Home Page。事实上呢，这个 U 里面呢，我刚刚在设定里面有跟大家讲到了，这边就是会提供一个是 Update 分位的位置，那跟一个是回到 Camera 的位置，那斜线就是 Camera 的位置，这样子。好，那底下呢就是打开这个 Async Elegant OTA 的这个伺服器哈，它是使用这个 Web Server 嘛，那要一个 FOTA Username 跟 FOTA Password。刚在 Setting 那边我们有设定哈。你的 FOTA 的 username 跟 password， 所以你只要更新分位呢，你是要输入这个账号密码，不然你是无法随便可以更新的。这是保护 ESP32 的一个机制。好，接下来它就开始跑了以后呢，它会把这个 local 的 IP， 就是它得到的 IP 位置印出来。好，那这属于 OTA 的部分。之前影片有介绍过，你如果要看，也可以先看一下哈。之前影片介绍什么 Elegant OTA 的一个做法。好，那这个设定呢就结束咯。好，那么事实上呢，我们所 include 程式呢，通通讲过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我们 ESP32 在 MQTT 刚刚这里呢，已经讲解过说它是怎么来运作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Web UI 这个 server， 刚刚也讲过了 Setting H 这边呢，我有保留一个叫做 Viewport。好，这个呢，我可以把这一些comment 呢都留下来，所以可以很快当个参考。那事实上呢，把这 comment 移除的话呢，就是叫 MQTT 这个，把所有的 comment 移除，让这个字串能够最小化。所以我们塞到那个 ESP32 上，时间上还有记忆体的空间都可以比较无顾虑的来可以减少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说明 Viewport 这个程式，这个是 Web UI 的界面。好，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Web UI 的样子。好，这是整个 HTML。好，那我们先来说明一下这边的 HTML 是怎么来做的。好，第一个呢，我们要去找一个叫 PAHO 的 JavaScript Client 哈。那这个网址呢，在这边有提供给各位。那事实上我用的是 CDN 上呢，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共享的一个程式的位置哈，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把这个MQTT ws31.mini.js 这个程式呢 copy 到你自己 ESP32 上来。那当然这只有缺点了，你 WiFi 对外的 WiFi 就要连通才有办法哈。但是我们今天已经用 MQTT， 所以你的 WiFi 一定是对外的，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在那个担心了。好，接下来呢，我这边写一个 JavaScript。那这个 JavaScript 呢，事实上就是这个 MQTT 本身所提供的一些功能在里面。好，那一开始呢 ，JavaScript 我先把 Switch LED Switch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打开 LED Pin 4是那个闪光灯的部分，当做是一个灯的开关嘛，所以我这边先把它设0，所以一开机的时候它是关掉的状态。好，那这个 PAHO 的 MQTT Client 呢，它有几个方式，主要是开始连接。好，所以呢，这里有 Client ID， 各位看一下这 Client ID 跟我之前那个是有点不一样。好，因为我们刚刚那是 ESP32 的 Pub Sub Client 的一个程式，那这个呢是 PAHO 的 JavaScript 的 MQTT 程式，所以两边不一样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案子用的2个 MQTT 的程式哈。那一样呢，我要去设定是 EQMXIO 跟8083哈，因为我一定是 server 一定要两边要跟同一个对，所以他们对得上嘛。好，所以我这边也用的是 EQMX 的。好，那我这边会在那个 HTML 底下呢，我会先做一些说明。好，
message 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呢，最后呢，我在执行的时候 ，MQTT 有时候就把它拿掉，这是让我们能够很快的去 debug 用的哈。等一下我也可以把这画面给各位看一下。好，那一开始呢，这 client 呢，它就是 initiate 一个 new client， 也就是说，我这边是要产生一个新的 client 哦。那 client 呢，它如果说是 connection 有掉的话呢，它就会 connection lost 会做某件事情，事实上就是呼叫这个副程式。那如果 message 也来收到了之后呢，它就去 on message arrive 这个地方。那一开始连接呢，它就是做一个 on connect 的连接。好，那接下来在那个 on connect 部分呢，我想要用这一个 viewport 的这个程式来跟各位讲解哈。因为 viewport 这边呢，我有做了很多 message 的一个说明，加上呢，它会把这个状态呢显示在一个 message 的框框里面哈，所以更容易清楚的了解。你只要这边按下呢右键呢，这边有个 copy path， 那 copy path 按下去之后呢，它会把路径呢整个就 copy 下来。那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按下右键，那 go to。可以看到，这个目前呢就是这个 UI 的一个状态。好，缩小一点。好，那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部分哈。我们来按下 F12， 按下 F12呢，就可以得到这个画面上的那个JavaScript 的执行的状况。好，这边有个 console。好，那一开始呢，我重新 reload 一次，各位可以看到呢，这边有送出一些资讯哈，而且在这个底下呢，都会显示出哈，第一个是它连接到哪个 server， 这边会告诉你，会写出来。那这是 on connect 这边的一个作用哦，这边 on connect， 这边的 document get element by ID message， 那这个框框就是 message 哦，它会连写着说它是连线了哦，然后它是去哪个topic， 它有做一个订阅。等等的资讯会打在这边，这边就会显示这边连线成功，而且呢，它成功的订阅一个 direction， 然后它还送出一个 online 的这个 publish 过去了。接下来呢，它还送个 u 到 direction 去，那这边一共有送了 u， 这我刚按了往上，那角度左右呢是90度，那上下是30度，这边通通有，这边有记录。那在 log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它这边角度的一些相关资讯。好，那我先把这关起来，因为底下这边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就是一连线呢，它会做这件事情哦。你如果重新 reload 也是可以 ，reload 可以看到它一开始连线，然后它能够它先订阅一个叫 direction。好，那这边也 publish 出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试着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影像的部分。影像呢，你往下拉这边，这个 image 呢。区块呢 ，image 区块就这个影像的区块，好，它这边你可以看到它是81 port，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用的，不管是 WiFi Manager 或是 Async OTA 等等的，好，这些通通都是用80 port。那在这个80 port， 你已经被这些 WiFi Manager、Sync、Elegant OTA 都占掉了，所以你这边的 image 就是 streaming 过来的这个 port 影像过来 ，camera 影像过来这个 port 呢，你就要把它改成81。好，那这等下怎么改？我来教各位改哈。如果你没有改成81 port 呢，是80 port， 那这两个会相冲突哈，因为你的这个 IP address 是 UI 又是影像，那这样电脑根本辨识不出来呢。所以你要做的是改变这个 port， 把它变成是81。那这个 port 怎么改成是81呢？这个你就要到你的app httpd 点这个档案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这边注意看。这里有一个叫 HTTPD 的 default config， 那你按右键，然后按这个 Go to Definition， 这边呢就有一些基本的设定这个是你基本要当你串流伺服器开启的时候呢，这边有的 Server Port， 这边改成81，你一开始如果没有做设定，这边应该就是80。如果你没有改成81，就会跟你WiFi Manager 跟 Elegant OTA 来做冲突所以你这边是一定要改成81这边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把它关掉。好，这个也把它关起来。好，我们再回到 Viewport 这个地方。那这边呢，我来介绍一下这整个 image， 我刚刚有提过，就是上面这块 image。接下来呢，这 ID 的 LED 呢是这个 LED。我按一下呢，它会打开这个灯光，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再按一下呢，它会把 LED 关掉。好，那这是 ID。那它呼叫呢，
当你按下键呢，它的呼叫是 Publish Message SLD，本来是 Slider 哈。好，那是 Publish Message SLD 呢，这个地方。好，那刚刚我们 LED Switch 设成是0嘛，好，所以程式第一次 run 的时候呢，1减0 Switch 我们开始变0嘛，1减0的话呢就是1，所以下次再进来的时候呢，它变成这个1减掉1呢变0，所以它在0跟1之间的一个跳动。好，那我这边如果是0的话呢，我就把这边变成灰色的。好，那如果呢这个地方是变1的话，我就把它变黄色的。好，就看着 LED switch 的颜色。那这用 document 的 get element by ID LED 就可以把这个区块呢变颜色，是用这种方式的。好，我们来按一下。好，这时候它就是变1，好，变黄色。那再按一下，它就变0。好，那除了变色之外呢，这边可以看到呢，这边有 public 的 topic。那这边呢，就是要把 LED switch 的这个 message， 就是目前这个灯光的状态呢是1还是0呢？当做一个讯息来发送出去。那它的 topic 呢，就是叫 Stone Z3 ESP32 Cam 的 Light Slider， 把这个灯这个讯息呢，把它送出去。那送出去呢，我们的 MQTT 这边就收到。MQTT 呢这边就会收到说，这个讯息 Slider。那它如果是0的话呢，那我这边就是 LEDC Write， 把0，那就 LED 会关掉。那如果说是不是0的话呢，那就 LEDC Write， 那 PWM Channel， 然后把它100，就把这灯打成是100。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把这个讯息由这个 PAHO 的 Client 由这边来发送，那由 ESP32 本身的 MQTT 来接收。这边也接收到这个讯息。好，那这运作的方式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QTT Connected 的这个讯息。好，那这讯息呢是叫做这里 MQTT Status。当程式一连线的时候呢，它显示是 MQTT Offline。MQTT Offline。那我们看这个 ID 的 MQTT Status 在这里这个地方，它一开始定义是红色的然后有设字型，还有它的位置等等的。一开始是红色。好，它一连线之后呢，这边可以看到 MQTT Status 这边呢会变成是 MQTT Connected， 用这个 Get Element by ID， 然后用 Inner HTML 把这个里面的 Disconnected 换成 Connected， 然后再把颜色呢由红色生成 Style Color， 把它变成绿色，所以这地方就变颜色了。好，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了上下左右这4个键，这个要上下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每一个呢都是一个 button 它分别是 ULRD， 然后当你按它们之后呢，它会执行 UBC， 然后把它的 ULRD 带进去，就带一个字就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UBC， 看这样可不可以 code definition， 好 UBC， 然后事实上它就是要 publishing message 了哈。那么看一下 publish message 的地方 ，go definition， 这里这个呢 action 呢就是上下左右。好，那这个 action 呢就是我们发布主题讯息的内容。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Stone Z56 ESP32 Cam Directions 就是发布的主题。我要送一个 direction 过去。然后呢，这个就是 L， 像我刚刚按了 Up， 那这是 U， 它送过去 U。那我 ESP 的32的 MQTT 这一块呢，就会收到这个 U。好，就会收到这个 direction。好，那因为按了上，它会收到 U。收到 U 之后呢，我这边伺服器呢就往上走，像这样。这现在没有再走了，原因就是它可能已经到达最高点了哈。你看它已经到30了，它没有办法往上了。好，可以往下一点点，然后就往下了。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4个钮的一个做法。好，那4个钮呢，上下左右呢，这边是定义它的位置。好，那它的 button 呢有一个先定义它的颜色啊、大小等等。那每次呢被点下去呢，它会变一下颜色，变浅，然后字变黄色。这边这个效果，就是由这个 CSS 来的。OK， 好。
那这个就是属于这个 viewport 的一个部分。好的，现在我们示范一下那个 camera 的 UI。刚刚我们提到说，当你打上这个 IP address 的时候呢，刚刚有提到说，当你打上这个 IP address 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如果你后面呢加一个斜线的话呢 ，U 就会进到一个 UI 的界面。这是在这边做的定义 U。如果你打个斜线的话呢，就是直接导到这个 camera 的位置。事实上这边斜线跟没斜线位置是同一个位置。那如果你打斜线 U 呢，它就进到这个所谓的home page 的部分。home page 我们刚刚的设定在这边做的是 home page。它提供你一个斜线回到 camera 的位置，提供 update 到分位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做个示范，这边打上一个是斜线 U。可以看一下这边，好，这个斜线 U， 好，我们先按下 Enter， 好，会出现一个 Camera UI， 一个 Camera UI， 出现了 Camera UI， 那另外一个是 Update 分位，好，这两个，那这个的设定呢，就是刚刚在这个地方所设定的一个斜线，一个斜线，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按到 Camera UI， 就回到这个部分。好，回到 Camera UI。那我如果说是按下再回到刚刚这边按下分位 Update， 可以看到呢，这分位 Update 要求你要输入一个密码跟账号，这边账号跟密码，这边一个 Username， 这边要一个 Password。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我们在 MQT 在我们在 Elegant Async OTA 这边做的设定。好，这边在 Settings 这边我们有设定过这里，好，这个地方一个是密码。这个是账号，这个地方我们要输入这个账号跟密码。好，我之前输入过，所以它记录在里面。Sign up 之后呢，就会回到这个 Elegant OTA 的画面。好，那我们现在更新这个分位试试看，按下这个 Choose File， 然后选择你的档案。这档案如果你是用 VS Code 的话呢，你可以在 Document 的 Build 里面找到这个所谓的 BIN 档，点下去 BIN 档。那这个看一下这 BIN 档，这个 BIN 档。那这个档名呢，会跟你的 file name 是一模一样，bin。像我这刚刚下午5点多才做的编译，那我按下开启，它就开始做更新，我们就等它更新完毕。好，这样就更新完毕喽。它这边告诉你 OTA success， 就回到上页。那这时候呢，再回到这个 U 的地方，好，那我们可以回到 Camera UI。这时候呢，你的相机如果听到唰一声，表示它已经连线成功，我们可以重新再抓一次。好，它已经连线成功了 ，MQTT 已经 connect 成功了。好，试一下灯光，然后上下，好，都正常。那这个呢，就是远端更新分位的方式。好的，这就是今天本集要教授的内容，希望你从中学习到如何使用 MQTT 来远端控制 ESP32CAM Module 的方式。加油！因为内容涉及的层面还蛮广泛的，所以呢，要认真的学习的话呢，才能够学习到其中的精华。好，那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请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按下喜欢，并且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